真羡慕你，在手机电量带80刷到这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大尺度限制级恐怖片《长春花园》。这里我提一嘴啊，这个长春花园跟咱国内长春可不是一个地儿啊。韩国这个长春意思就是四季如春，名字虽然听着挺美好的，是不是？但它可是跟昆池岩齐名的韩国3大凶宅之首。讲到这儿我就多唠两句，其实昆池岩说白了就是主打一个物理攻击，冷不防就蹦出来个披头散发的玩意儿，专搞秃脸杀。但长春花园可就不一样了，这片子走的是纯纯的魔法攻击，它就是让你看完越琢磨越后怕，越寻思越头皮发麻，剧情也是接连反转，让你的脑子根本停不下来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马上开整。咱们女主小美清晨睡得正香，突然被一阵滴答滴答的动静吵醒了，一摸身边，老公阿伟没影了。她心想，平时这么懒的老公今儿咋起这么早？谁知摘了眼罩抬头一瞅，我的妈呀，老公居然直挺挺挂在房梁上。这还不算完，阿伟那俩眼珠子正哗哗往外淌血呢，眼瞅就是被活活抠下来的，给小美当时就吓瘫了。昨天俩人还商量今早要一起吃胡辣汤呢，这咋说没就没了。这韩国警察也是够唐突，看完现场后直接拍板，妥了，就是自杀，没他杀痕迹。小美当时就炸了，说你们到底调查清楚了没啊？我老公开朗得很，连跟人吵架都不会，他能自杀？再说了，自杀的人能把自己的眼珠子抠了吗？这里头指定有猫腻。可还没等他继续说呢，葬礼上先炸锅了。婆家那帮人一看就不是善茬，不分青红皂白就指着小美骂，说的有鼻子有眼，骂她尖嘴猴腮。没结婚时就看出来小美就是狐狸精克夫，指定是她在外面搞破鞋，阿伟人又老实，气不过才自杀了。可小美她姐哪能忍得了这个，当场就跟这个胖女人给干了起来，急眼了，俩家人直接薅头发厮打起来了。小美眼看自己姐姐被一群人打，急得赶紧上去拉架，结果被人一把推倒在地。等她爬起来才发现下半身哗哗淌血，她那时候还怀着孕呢。这一下天真塌了，刚死了老公，现在又没了孩子，双重打击，小美当场就晕死过去了。你说这叫啥事儿啊？倒霉事儿全赶她一个人身上了。等她出院后，律师给她送来了阿伟的遗嘱。原来阿伟偷偷在郊外给她买了个别墅，叫长春花园，本来想装修好了给她个惊喜，俩人以后带着孩子在这过日子，这是阿伟最后留给她的念想啊。他想着城里这帮婆家太糟心了，不如搬去别墅住，远离这些糟心事，说不定还能慢慢把伤养好，重新开始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早在他搬过来之前，就已经有4个不怕死的小年轻在这儿差点把小命弄没了。这4个货听说这地方闹鬼，非要来探险，顺便还想偷点值钱的东西回去。仨人进屋搜刮，留了个卷毛在门口放风。这卷毛闲得没事，掏出手机咔咔自拍，结果拍完一看，吓得他汗毛倒竖。照片里他身后的树林里居然站着个面无血色的小女孩，给他吓一激灵，赶紧回头瞅，结果啥也没有。再一转头看照片，那女孩也没影了。卷毛当时就有点发毛了，可屋里那仨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其中一个叫小白的姑娘进了个婴儿房，突然听见衣柜里咚咚响，她以为藏着人呢，壮着胆猛地拉开衣柜，啥也没有。他刚松了口气，转头往窗外一看，卷毛那二货咋还在楼下荡秋千呢？可还没等他喊人，眼角余光就瞥见树林里刚才那个小女孩正死死盯着他呢。那一瞬间，小白浑身动不了，跟被点了穴似的，后脖子凉飕飕的。等他缓过来，那女孩又没影了。这时候楼下传来同伴的喊声，说在地下室发现了一堆照片，让他们赶紧下来。仨人跑到地下室，打开手电筒一照，不对啊，明明就他们3个人，怎么房间有4个手电筒的影子？他们以为是卷毛进来了，喊了好几声，那影子动都不动。仨人就纳闷了，这货咋回事？装神弄鬼的。领头的魏哥就壮着胆往前走，想拍他一下，结果刚走到跟前，下一秒可这事儿小美那时候还不知道呢，她正开开心心搬新家呢。刚到别墅，小美都看呆了，院子里全是她喜欢的植物，还有个给孩子准备的小秋千，这不就是她以前梦想的家吗？她还寻思，要是阿伟和孩子都在，那该有多好。可她不知道，这地方的脏东西早就盯上她了。忙活了一整天，在姐姐帮助下，终于搬完了家。转天她想给姐姐做顿好的，乔迁之喜嘛，也得感谢一下姐姐，她就下厨打鸡蛋。前3个都好好的，打到第4个，咔嚓一下，谁知里面打出来个带血的毛蛋，里面的小鸡仔都成型了，给小美当时就恶心坏了。
到了晚上，姐姐一家人来到新家，一看这桌子菜简直没法看，最后还是点了外卖才算把晚饭给解决。完事儿，俩孩子想着去院子里玩会儿，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从树丛里传来。왜 거기 있어요? 아파요? 내가 꺼내줄까요? 女孩也是好奇，以为有人困在树丛里出不来了，就想着帮忙把人拉出来。谁知下一秒，等姐姐闻讯跑出来时，女儿的一句话给几人瞬间干懵了。 이모부가 막 잡아당기더니 나가고 싶다고 그랬어. 女儿在树丛里竟然看到了死去的姨父，她刚想说话就被姨父一把拉了进去，还说要带她走，可把孩子给吓坏了。可小美和姐姐并不相信孩子的话，认为小孩肯定是被阿猫阿狗啥的吓着了，也没当回事儿。姐姐一家走后，到了晚上，小美正刷牙呢，突然胳膊上火辣辣的疼，低头一看，一个带着血渣子的手印凭空出现在她胳膊上，这可不是幻觉了吧？这玩意儿到底咋来的？她也没当回事儿，想着可能是搬家时候不小心弄的，于是就坐在电脑前想写点东西，结果写着写着，电脑突然黑了。他正纳闷呢，下一秒里面居然出现了个 B 超的影像，是个胚胎。那胚胎还越长越大，眼看着就要撑破屏幕了，噗嗤一下炸开，喷了他一脸血。小美吓得嗷一嗓子，突然醒了，原来是个梦，可这梦也太真实了。可她再一抬头，天花板上竟然往下渗着粘稠的鲜血，她赶紧跑到2楼查看，结果楼上地板干干净净，啥都没有。这时小美心里有点慌了，挨个打开房门查看，可刚进门就看见卧室里坐着个人，正是阿伟。他就那么直勾勾盯着他，一动不动。小美当时眼泪就下来了。뭐라고 말 좀 해봐。结果话刚说完，一只黑虫子顺着他胳膊就爬上来了，一下就钻进他眼睛里了。紧接着他就感觉身体不受控制了，阿伟掰一根手指，他的手指就跟着掰一下，然后他的身体咔嚓一下直接拧了180度，脑袋都倒挂过来了，无数的虫子爬满了他全身，他吓得嗷一嗓子，又醒了。我的妈呀，又是个梦，合着这是梦中梦啊，这给他吓得魂都快没了。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这房子绝对有问题，他就开始到处找线索，结果在2楼婴儿房的床底下发现了一根验孕棒，2道杠，怀孕了。可她刚流产啊，这玩意儿是谁的？她正纳闷呢，墙上的相框咔嚓一下裂了，从里面掉出来一张照片，是个年轻的小姑娘，长得还挺漂亮。小美心想，这女孩从来也没见过啊，到底是谁呢？她一下就反应过来了，这姑娘指定跟这房子有关系。于是她就拿着照片满世界去打听，先是去学校，结果一问老师，竟然没有一个愿意透露任何信息，就连学生们看到照片跟见了鬼似的，转头就跑。小美心里更犯嘀咕了，看来这个女孩有问题。隔天她就找到管失踪案的警察，警察一看照片，这才告诉了小美真相。原来这姑娘叫贤珠，早在1年前就失踪了，跟她有来往的还有4个小混混，正是之前去长春花园作死那4个货。小美一听，赶紧就去找那4个混混。她先是找到俩骑摩托的，俩人一看见贤珠的照片，脸都白了，啥也没说，骑上摩托就跑。那俩货的摩托一脚油门直接上了高架桥，眼瞅速度越来越快，突然就失控了，直接200码冲出了高架桥，当场摔成了肉泥，连全尸都没留下。与此同时，小美这边还在继续寻找，终于找到了第3个混混，名叫魏哥。这货倒是挺实在，说他认识贤珠，但是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问了半天，小美心想他也说不出个有用的东西，眼看下雨了，于是就把自己的伞留给了他。结果魏哥回家的时候雨停了，他随手就把伞扔了，可刚到家门口，那把伞居然又挂在他家门把手上了。他当时就吓傻了，这啥情况？赶紧又把伞给扔了。可就在这时，楼道里的灯全灭了，后面传来女人的歌声。魏哥吓得转身就跑，结果那女人瞬间就挡在他前面了。
魏哥没办法，心一横，直接从4楼跳下去了。你别说，这货命还挺大，跳下来就只是扭了下脚，可还没等他跑呢，那把伞唰一下从楼上飞下来，噗嗤一下直接插他喉咙里了，当场就领盒饭了。这边女主刚回到家，她姐就跟她说，刚才有个老头翻墙进来，在院子里埋了个包，问他干啥的，他也不说，就让咱们赶紧搬家，不然就来不及了，留个名片就跑了。小美挖出埋的包裹，打开一看，上面爬满了蛆虫，打开黄符纸，里面竟然还有一撮女人的头发。当时俩人恶心坏了，小美赶紧拿出名片打电话，原来这个男人就是4个小年轻之一小白的父亲大勇，他是个法师，早就知道了贤珠的事，想救他女儿，也想救小美他们。可惜啊，现在已经晚了，贤珠的怨气实在太重了。小美这时候已经意识到了，这是贤珠的鬼在报仇。她接着找到最后一个混混，就是之前那个小白。很快她就找到了小白家，小美一进屋当时就惊呆了，这家里墙上贴满了符咒，整个房间都被符咒围起来了。小白被铁链锁着脚，面黄肌瘦的，身上那味隔老远就能闻着臭的熏人。小白抬眼一看小美，就知道她是为贤珠来的。事已至此，他也没必要隐瞒了，于是跟她说了所有的事儿。原来啊，贤珠这姑娘从小就老实内向，没朋友，在学校总被人欺负。那4个混混就是瞅着她老实，于是就骗她说要当她的朋友罩着她。贤珠那时候也没个朋友，几人一忽悠就信了，跟着他们去喝酒，结果那几个货真不是东西，给她灌酒下药，等贤珠不省人事了，就把她给轮奸了。更要命的是，还全程拍了视频，威胁她要是敢说出去，就把视频发网上，让她没脸见人。最后还逼着他接客，给他们赚钱。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贤珠受不了这个侮辱，就跑到树林里上吊自杀了。可这几个小混混不知道的是，就在贤珠刚刚上吊时，正好被小美的老公阿伟看见了。那时候阿伟正在装修长春花园，看这姑娘可怜，就把她暂时安置在别墅里了。贤珠那时候刚从地狱里爬出来，一看阿伟对她这么好，给她洗衣服做饭照顾她，一下就把阿伟当成救命稻草了。她这辈子第一次有人对她这么好，一来二去的俩人就搞到一起了。好巧不巧，那时贤珠还怀了孕，她心里可高兴坏了，想着终于有个家了，以后就能跟阿伟在这长春花园过日子了。结果呢，阿伟翻脸比翻书还快，直接摊牌了，告诉她自己已经有老婆了，也就是小美。他跟贤珠搞在一起纯粹就是玩玩而已。一看贤珠怀孕了，他当时就慌了，他跟贤珠说，你赶紧滚蛋，说白了你就是个被人玩烂的破鞋，这孩子指不定是谁的呢，别想拿我当接盘侠，这长春花园是我跟我老婆的，跟你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，你就别做梦了。你说这叫人话吗？人家贤珠刚被朋友骗，好不容易以为找到个好人，结果又被这么耍，换谁能受得了？贤珠当时就急了，掏出一把刀，说要把孩子剖出来给他看，到底是不是你的。阿伟一看这女人不是疯了吧，赶紧上去抢刀，俩人就厮打起来。结果阿伟一不小心反手就把贤珠推下了2楼，而那把刀不偏不倚，正好插在了贤珠的肚子上。阿伟当时就慌了，赶紧跑出去拿手机想叫救护车，可他哪知道贤珠那时候早就不打算活了。他爬起来看着这个他以为是家的地方，他想就算死也要死在这里。那时候别墅的化粪池刚好在施工，要回填，贤珠拖着伤直接跳进了化粪池里，等工人回来时也没注意，直接就把土填上了。就这么着，贤珠就被活埋了。你就说这姑娘惨不惨？被朋友骗，被恩人卖，最后死了，还被埋在粪坑里，连个收尸的都没有。你说她能没有怨气吗？所以他就化成了厉鬼，先是把那4个欺负他的混混一个个全弄死了，然后又找阿伟天天缠着他，最后阿伟实在被逼得受不了，上吊自杀了。这就是阿伟为啥会自杀的真相。小美知道真相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懵了。她跟阿伟过了这么多年，居然不知道他干过这种事儿。恼羞成怒的小美认为这一切都是他们4个混混引起的，如果他们不干那些丧尽天良的烂事儿，自己老公也不会死，自己孩子更不会死。他越想越气，拿起地上的玻璃就要杀了小白。这时候门突然被撞开了，之前那个警察冲进来了，当场就把小美铐了起来。前几个混混都死于非命，并且警察发现似乎都跟小美有脱不开的关系。小美看着手上的照片，当时就急了，一个劲的解释说她是被鬼附身了。可警察哪信这个？就在这时，小美姐姐的电话打过来了，哭着说你侄女不见了，她自己跑进地下室了，门也打不开，估计要出大事了。小美一听当时就疯了，拼命跟警察拉扯，上去就夺方向盘，警察没留神，车一下撞到对面的车上，当场就晕过去了。小美赶紧解开手铐，拼了命往家跑。
这时候他才知道贤珠已经开始对他家人下手了。刚到家门口就看见院子里妖风四起，刮得人睁不开眼。进屋一看，他姐正死死拉着地下室的门，喊着孩子的名字。小美赶紧上去帮忙，俩人一起拉门，可那门就跟焊死了似的，根本拉不动。紧接着屋里的锅碗瓢盆到处乱飞。他姐为了护着小美，被一个玻璃杯砸中了脑袋，当场就晕过去了。紧接着屋里的灯全灭了，刚还锁着的地下室门竟然自己开了，说白了就是吸引小美进去。里面传来一阵小女孩的歌声，听得人头皮发麻。小美壮着胆走进去，就看见她的小侄女蹲在地上，天花板还不停地在渗血。她刚想喊孩子，结果侄女突然转过来了，那眼睛全是黑眼球，没有眼白，就那么死死盯着她。下一秒，小美一下子就被一股力量一个劲儿地拖行10几米，摔在地上。就在她质问女鬼为什么不放过她家人的时候，一个无形的手就像掐小鸡儿一样把她提了起来。她想反抗，可自己的双手被硬生生地掰开，根本使不上劲儿。就在她抬起头的时候，一滴血正好滴进了她的眼睛里。瞬间，所有的真相，所有的画面全冲进了她的脑子里。贤珠的遭遇，阿伟的背叛，所有的一切她全看到了。可就在这时，那个法师大勇及时赶了过来，使用了他们法师界最强大的血咒，势必要除了这个厉鬼。就在即将成功时，突然女儿的一声爸爸彻底让大勇破了功，瞬间甩飞几十米。刚想起身，脑袋就被强行转了360度，当场断了气儿。小美眼看连法师都斗不过这个厉鬼，她背起侄女就往外跑，叫醒了昏迷的姐姐时，她就发现了不对劲儿。지원 이리 줘. 내가 엄마잖아. 언니. 很显然，姐姐这时也被附身了。小美这时顾不了这么多了，拔腿就往门外跑，说啥也要救下自己的侄女。可女鬼怎么可能放过他们，拿着刀就追了出去。就在刀即将扎到小美身上时，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将女鬼弹飞了10几米。她不甘心继续冲，再次被弹飞了出去。这时她才发现，原来地上早已被大勇布了血咒结界。女鬼眼看硬的不行，转头就开始打感情牌。她把自己经历的所有委屈全部告诉了小美，紧接着她就拿起刀子，就像当年那样要剖腹。她就是想让小美尝尝她当年那种绝望的滋味。说白了，她就是羡慕嫉妒恨，凭啥你们就能有幸福的家，过幸福的日子，我就不能？小美看着眼前的贤珠，眼里竟然慢慢没有了恨意，心想这姑娘才多大啊，顶多10几岁就遭了这么多罪，身边没有一个好人。说实话，小美真是个好人。她告诉贤珠，你想要家，那我就当你家人，咱们以后就住在这儿，咱们一起过日子，我当你姐姐，咱们永远在一起。你还别说，贤珠还真就吃这套，她那满肚子的怨气竟然一下就没了。她这辈子就等着有人跟她说这句话呢。她也算终于有家人了。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。其实这世上最吓人的从来都不是披头散发的鬼，而是披着人皮的恶魔。贤珠到死都没明白，为什么他掏心掏肺对待的人会把他往死里逼。他要的从来都不是复仇，只是一句道歉，一个家，一点人间的温暖。愿每个善良的人都能被温柔以待，也愿所有作恶的人都能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毕竟举头3尺有神明，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听雨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